当然，到了50岁就到了延寿期，这时要好好保养身体，可以多喝点养生茶，比如菊花茶。菊花茶含有挥发油、氨基酸以及黄酮类物质等营养，有滋补肝肾、提高免疫力、养护血管的作用，对延长寿命有帮助。第一种，加工肉类。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加工的肉类，比如香肠、火腿等，这些肉类呢都含有很多的添加剂，如果长时间吃的话，就会增加患癌风险，不利于长寿。第二种，动物内脏。动物内脏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虽然有营养，但是50岁以后要少吃。因为动物内脏可能会含有毒素，并且含有的胆固醇和嘌呤也很高，如果经常吃的话，就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，对健康长寿有影响。虽然不能吃上面2种肉，但可以常吃鱼肉。鱼肉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其中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，并且脂肪少，容易消化，能帮助延缓衰老，预防心脏病、中风等疾病，对身体大。每天都要喝水，而有的人就喜欢喝白开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隔夜的白开水还能不能喝？很多人其实都喝错了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如果在炎热的夏天，隔夜的白开水中很容易滋生细菌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喝。但如果是正常的环境，温度不是很高，那么隔夜的白开水中可能会繁殖一些微生物，但是对身体影响不大，只要水没有变质，没有受到污染，还是可以喝的。还有就是放在水壶中的凉白开也是可以放心喝的，但放在水杯中的就要注意了，最好不要喝。所以隔夜的白开水如果保存得当的话，还是可以放心喝的。那提醒大家，白开水放置的时间呢，最好不要超过3天，最好当天烧开的水当天喝。还有保存的时候最好盖上盖子，以防受到细菌的污染。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已经成为人到中年的一个标签了。不是有句话是那么说的吗？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我记得有首歌里的一句歌词也是保温杯里泡枸杞。其实枸杞还可以和其他东西一起搭配用，那效果可能会更好。那枸杞里加点菊花，它们搭配在一起营养会翻倍，有助促进体内毒素排出，有养肝护肝、降肝火的作用。枸杞里加点黄芪，黄芪和枸杞在一起泡水喝可以帮助提高肾脏功能，减轻肾的负担，有很好的养肾益气的效果哦。最后就是枸杞里加点红豆薏米，它们搭配在一起最好是用来煮粥喝，有祛湿排毒、减肥瘦身的效果。那快看看哪种搭配是你需要的吧。长牙是很多妈妈比较重视的，正常情况下，宝宝在4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应该开始长牙了。但是很多宝宝到了8、9个月还没有长牙，这时妈妈们就开始担心了，认为是不是缺钙导致的，然后盲目的给孩子补钙。其实孩子长牙晚并不一定是缺钙了，还可能和3个因素有关，妈妈们要注意。胎龄的问题，有些宝宝因为早产的原因，牙齿发育的时间不足，这样就会比足月的宝宝出牙晚一些。遗传的问题，其实出牙的早晚多少和遗传有些关系。如果爸爸妈妈小时候出牙比较晚，那么孩子也可能会遗传，而且男孩长牙也会比女孩晚一些。没有添加辅食。当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，不要只给孩子喝奶，还要适当的添加一些辅食，这样可以给宝宝增加营养和刺激宝宝的牙床，对宝宝长牙也有帮助。话说10人9腰痛，生活中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导致腰部受伤，所以好腰是要靠养的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动作1，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分开，稍微比肩宽一点，双手叉腰，保持均匀呼吸，然后以腰部为中心转动胯部，先顺时针方向转动30次，再逆时针方向转动30次，转动速度由慢变快，幅度由小变大。注意转动的时候，上半身要保持直立。动作2也是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腿微微弯曲，双手握成拳，然后先向左侧转腰。转腰的同时，两手手臂前后自然摆动，
借助手臂的力量，一前一后的敲打腰部和腹部，向左侧转完，再向右侧转，这样反复做30次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帮助疏通腰部气血，有健肾强腰的作用。生活中我们很多活动都要依靠腰部来支撑，但是平时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给腰部造成损伤，出现腰酸、腰痛等情况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练一练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左腿向后伸直，双手尽量的向后伸展，身体保持平直，坚持5秒，回到站立的姿势，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坚持5秒。每天这样练习3到5分钟就行。之前我们做的呀都是俯卧的小燕飞，那这个站着的小燕飞比较简单，经常做这个动作对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有帮助，有利于增强腰背肌肉力量，对改善腰痛、保护腰椎有一定作用。那想要腰好，大家平时还要注意不要太劳累，多休息，还有多锻炼身体，这样可以让骨骼和腰肌变得更强壮。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，枸杞呢也确实是好东西，但是除了枸杞，还可以用一些别的东西泡水喝，或许比喝3杯枸杞都好哦。那下面呢，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吧，那就是蒲公英了。蒲公英是生活中呢经常见到的，它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蛋黄素、单间和红罂素，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养肝明目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降低肝火，还能够增强抵抗力，有益身心健康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蒲公英还有养胃止痛的效果。喝茶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，喝茶也有很多的好处，适当的喝茶可以提神、消除疲劳、抵抗衰老等。但是喝茶时也要注意，不要沾上下面这3个习惯，不然弊大于利。喜欢喝茶的人要注意，饭前饭后喝茶。喝茶要注意时间，如果饭前喝茶，这样在空腹的状态下很容易增加胃酸分泌，引起不适；而饭后喝茶可能会稀释胃液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，给肠胃增加负担。喝茶太浓，喜欢喝茶的人要注意，不要喝太浓的茶，因为茶叶中含有鞣酸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很容易使人出现贫血的情况，而且浓茶还会刺激肠胃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喝茶太多，不管喝什么都要有一个度，喝茶呢也不例外，千万不要把茶当水喝，每天喝得太多，喝多了容易引起茶醉，会让人出现很多不适，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喝茶量控制在6到10克最好。三七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常见的中药，而且营养成分很高，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经常会吃3七粉来降血压。那么3七粉真的能降血压吗？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哦。3七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物质、皂苷以及多糖等，有很好的扩张血管和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。但是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，不能够仅仅依靠3七粉来降血压，因为3七粉是不能够治疗高血压的，它只对延缓高血压发展进程有辅助作用。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是可以吃3七粉的，但是不要把它跟药物等同。还有，如果血压在1天内波动的比较剧烈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服用3七粉的，大家一定要重视。腐乳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食物，有的人呢把它当做人间美味，但是有的人认为腐乳是问题食品，而且还是血管杀手。那么吃腐乳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呢？其实腐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它有东方奶酪的美称，而且腐乳在制作的过程中维生素 B 族增加了很多，同时呢，腐乳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如果适量的吃一些腐乳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呢，不建议大家天天吃腐乳，因为腐乳的含盐量很高，一块腐乳大约含有1克左右的食盐。如果天天吃一块腐乳，很容易导致食盐摄入超标，这样就会对血管造成危害。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最好不要天天的吃。很多人出现口腔溃疡、牙龈出血、嗓子疼、有痰等情况呢，第一反应是啥呢？大多数肯定都是，哎呀，我上火了。那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
就得见招拆招了。那上火怎么办呢？就得泻火呀。不妨试试下面2种食物吧。银耳，银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有补脾开胃、滋阴润肺的功效。那秋季多吃一些银耳，可以帮助降燥去火，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。苦瓜，苦瓜虽然味道苦，但是营养却很高哦。经常吃一些苦瓜可以帮助健脾开胃、清热降火，所以愿意上火的小伙伴可以多吃点哦。那除了这2种食物，晚上泡泡脚也能够帮助降火哦，大家可以试试。得啦，就唠这些吧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，可以分享留言哦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